张旭、海涛，把这个左前轮卸下来，拿回去做检验。于伟科，是压到路边的石头爆了胎。爆胎后，车立即失控，司机把握不住方向，冲向了这儿。不对呀，就算那轮胎爆了，也不至于没有方向啊。问题可能出在横拉杆上。拉杆是我们在路上找到的，说明车在冲向这儿时候呢，拉杆已经掉了，方向的传动已经出现了问题，司机根本就没法控制方向。应该是先爆了胎，然后对拉杆形成平衡压力，造成拉杆脱落。拉杆脱落以后，这个司机往左打方向，车就会往右跑，形成翻车。也有可能是拉杆先脱离，对轮胎造成了平衡压力，再加上那块石头，然后爆胎。从技术上讲，车辆失控的原因是多重的，也是很复杂的，所以很难判断谁在前谁在后。轮胎、拉杆，这是机械原因，可能还有人为因素，比如说司机驾驶失当，还有司机和乘客之间可能有什么事儿，撞上边上的护栏，然后形成机械故障。这些可能性都不能排除。组长，我对酒瓶进行了检验，司机没有接触过酒瓶。马上交给刘科。中巴司机已经死了。我查看了他的病历，发现一条重要线索：患有严重的胃溃疡。胃溃疡病人开车出事的可不少，严重的可以当场昏迷。如果他要是胃溃疡发作到昏迷的程度，那当时的车就等于是无人驾驶。还有，有些治疗胃病的药会使人头晕困倦，司机在这种状态下驾驶是非常危险的。罗总，医院来电话了，说伤者醒了，已经可以说话了。出事以前我在聊天。哦，哎，你跟谁聊天？跟老宋，就是那司机。哦，你和宋康认识啊？认识，我们俩还打过交道呢。哦，巧啊，你坐他开的车。是巧。那个，你们都聊什么来着？聊他老婆，他说他是陕北人，叫老婆呀叫婆姨。哎呀，我就记这些，其他我就记不清了。哎，那个宋康开车技术怎么样？哎，好，那绝对一流啊！哎呀，这老天要收我们呐，这是天意。我觉着这事不能怪老宋，哎，真的不能怪老宋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当时那个车子是自己猛拐。突然就左撞右撞的，哎呦！后来我就晕了。哎，那车是先自己失控的吗？好像是。你听到爆胎声音没有？我好像没有。哎呀，当时那声音啊太多了。宋康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身体难过的表情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哎，他还乐着呢。哎，你和宋康打过什么交道？我是个修车的，所以我们俩认识。在哪儿修车啊？在连山修配厂。尸检结果出来了，司机宋康当时没有发作胃病，胃里也没有检出镇痛导致眩晕的药物。那死因呢？车祸造成的，脾破裂伴大出血。那还得从事故车入手。刘科，司机宋康犯病开车的嫌疑已经排除了。啊，另外曲木桐这儿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张旭一会儿开车去接他。顾姐啊，怎么样啊？
啊，我在查那个方向机的拉杆。哎，看见没有？这些螺丝都断得齐刷刷的。姑姐啊，这4个轮胎啊都不符合使用标准，反复粘不过，非常容易爆裂。嗯。哎，周旭，哎，去查一下这个依维柯属于哪家客运公司？好。这辆中巴车是你们公司的？是，车况怎么样？没问题，刚维修过，在哪儿维修的？三和平汽修厂。这是你的轮胎购买发票，已经过了质保期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赶紧把所有的车停运，都开回来，检查每一辆车的轮胎，看到底还有多少不合格的。这恐怕有些困难。困难？你还嫌死的人少是吧？这种螺丝的硬度应该很高，几乎拉杆折断了，它也不应该断。会不会这些螺丝是伪劣产品，硬度不达标，在爆胎后车辆倾斜产生的重量转到这几颗螺丝上，导致断裂、拉杆脱落？有道理。这样，罗总，我呢去车辆研究所去研究这个硬度分析，苗条，接着检测廖建斌自行车把套上的物质成分，你看行吗？好。好，还有2种待查。马上报告车管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轮胎有多少不合格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车要开出去，得给人家造成多大生命危险？你拍着自己良心想想，缺德不缺德呀你？那张旭，该去接曲不同了。好。螺丝的碳含量完全达标，断裂的原因呢是猛烈的撞击。我可以肯定，即使硬度再大1号，遇到这样的力度的撞击，还是会齐刷刷的断裂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拉杆脱落呢？这个就不好说了。我是这儿的经理，姓徐，法人代表。我谨向这次施工中的死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。出事的中巴是在你这里维修的？对啊，我们是客运公司指定的维修单位。我们公司啊，以质量为生命，以时间为金钱，以信誉为基石，以安全为毕生的追求。你把那宽烟斗拿下来说话行吗？啊，你们不知道，我呀以前爱抽烟，可自打当上经理以后，每天跟汽油、柴油、机油打交道，不能抽烟。为了让我戒烟，医生让我每天挑个空烟斗，就像戒奶的孩子叼个奶嘴一样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我问一答十，保证以最优质的服务配合你们。那中巴车都修了什么部位啊？这个你得问白大方，都是他修的。白大方？是啊。白大方在这儿工作？是啊。这小子捡了条命，还在医院呢吧？以我不甚了了的记忆力，白大方好像跟那个开车的司机老宋吵过架。为什么吵架？好像是因为什么价格的问题。老宋说我们公司的配件太贵。他在这工作了多长时间？刚来。他原来在连山修配厂。那中巴的修车单有吗？有，有，我这就给您拿去。好。我说，
我确实修过那辆车。上回为什么不说？我怕惹麻烦。我修的什么部位啊？就这几个，方向机、横摆臂，还有横向拉杆。拉杆哪儿坏了？嗨，老宋让配几个螺丝。什么螺丝？那个拉杆上的螺丝啊。哎，我按规定给他安了那个原装的，老宋说太贵了，他不干，非让我给他弄旧的。我没办法，我就跑到我原来干的那个连山修配厂，给他找了个旧的。结果经理看见了，死活不让拿。最后我给他安的还是原装的新螺丝。罗总，曲梦彤见了。哦，马上把他带到刘科办公室去，另外通知故乡，赶紧过去。好，是吧？啊，刘科，曲梦彤到了，你赶紧回来。哎，另外我告诉你啊，周支队到刑警队去了。刘宝，处理一下。还是当官的有威慑力啊！他要是接着往前跑，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是刑警队的领导送过来的绝密材料，是和唐国栋的案子有关，这是人家对咱们的信任。这里边的内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哎，刘波，唐国栋的案子还是由咱们两个共同负责吧。故乡，他在说什么？他问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做了伪证。这是案发时林白偷拍的照片。我们做了现场模拟，在你的位置上根本不可能看到肇事过程，和你的证词完全违背。你胡说！他又在说什么？他说我污蔑他，说我不尊重他，对残疾人有偏见。曲梦彤，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你，所以才诬陷了你的证词。曲木桐，我们对你没有丝毫偏见。我理解聋哑人心情，他们比正常人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和痛苦。可正是因为这样，聋哑人才更应该自尊自强。你的所作所为，只能给聋哑人抹黑。我有资格，因为我母亲就是聋哑人。我从小就有非常多的聋哑朋友，他们都是善良、诚实的人。
没有一个像你这样。顾强、赵雪，麻烦你们俩先出去一下。徐梦彤，你当一名老师，当时我走在土路上，听见前面有声响，抬起头，什么也没看见。跑过去，看见骑车的人倒在沟里，唐国栋的车停在远处，于是他就躲了起来。签字吧。徐梦彤，法律是威严的，这个案子一旦有了结论，你的伪证行为将会得到处罚。他说他愿意接受任何处罚，但是希望我们能保护他的孩子们不受到伤害。这些东西都与事故无关了。哎，这才4种，还有1种呢。第5种物质是一种，不可能啊！咱们已经把车把套的碎块查了10几遍了，没有发现过黑色塑料。按照咱们以前的思路，重点一直放在车把套的碎块和丢失的那块把套上。后来我按照顾姐的要求检查了把套的其他部位，在钢管外沿的泥土下面发现了黑色塑料的残渣。只有不到1立方毫米，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。那就是说，是桑塔纳的反光镜蹭的。同时盯住那个白大方。顾强，我们俩接着查那辆中巴，尽快的给那4位死者一个说法。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好。刘伯，许涵。那什么，各就各位。大家该干嘛干嘛。跟我来吧。我现在手上有2个大案子要办，实在没时间陪你。刘念就住在这儿，我把他养的又白又胖。刘念，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要不这样吧。你坐着先等他一会儿，他肯定跑不远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去。行。刘伯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她回来了，就是许涵。
幸亏我发现的及时，赶紧跑出来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我这不是玩失踪呢吗？假期快结束了，他肯定是想把我接回美国上学的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巴不得我赶紧走呢是吧？冷血动物！哎，顾总，咱们是不是应该从方向机入手啊？海涛，你又聪明一次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方向机整个拆下来，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。怎么样？没找到。啊？没找到。放心啊。奇怪，这横拉杆的锁片跑哪去了呢？可现场的证物里也没有这个锁片啊。这锁片虽然很小，但是它如果松动断裂，这拉杆就会松动。3拉2拉，摩擦增加，时间一长啊，这转向拉杆就会脱落。那我们必须找到这个锁片。这拉杆是在路上发现的，难道这锁片也会在路上？这搜索的范围，哎呀，肯定小不了。我的天哪！试试金属探测仪。嗯。就是他。你看，结果出来了，这个转向锁片的硬度不合格，是假冒伪劣产品。现在得寻找这个劣质锁片的来源。我看问题出在修理厂。白大方，锁片是我给他安上的，不是原装的。因为螺丝的事儿，老宋他很生气，说以后不让我修他的车了。我不想跟他闹僵，所以就去连山修配厂，给他找了个旧锁片，给他安上了。没收他钱。带我们去看看。刘啊，你在这儿啊？这家厂私自组装车辆并贩卖拼装车，刚被我们查封，正搜查。哦，这厂子和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有关系，我们也来查查。行，都是一家人，来啊。乱七八糟堆放，全是报废车上的零件。你看这就是他们放那个报废车零件的仓库。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大胆，这些人就用报废车上的零件拆下来组装成劣质汽车，卖给当地农民，净是出事儿。白大方，啊，你的锁片从哪来的？那个车，哪辆？就那个大巴。那个大巴？啊，是不是就是这个锁片引起的事故啊？白大方啊，白大方，你知不知道这是2种车辆，对锁片的硬度要求也不一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
知道，也不知道你这种人心里怎么想的。我就是为了，哎呀，我真不知道会出这么大事儿啊！我要是知道出这么大事儿，我就不会给他那个锁片儿，我更不能坐他车呀。可你没死，车上其他的4个人都死了。我他妈该死，我该死100回，你们不该救我，让我死了得了。我该死他妈100回。程旭，把他给铐去。好。罗总，我们发现这个厂子跟霍峰有关系。刘伯，我都在这等了3个小时了，刘念到底在哪儿啊？我知道你忙，我也知道刘念是在故意躲着我。我自己的女儿我了解，但我警告你啊，请你马上叫刘念来见我，不然的话，真的会引起国际争端。还有，我要到你的宿舍里面去等着。哎，刘伯，我真有重要事要跟你说。好，简短。第一，我不回美国；第二，我已经想出不回去的办法了，让你当我爸，还让许涵当我妈，这样你就有了对我的监护权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留这儿了。开始吧，我觉得故乡不错，可以当我妈，可后来我觉得曲木桐也不错，可最后我还是觉得我妈当我妈最合适，因为你们有一定的感情基础，而且你们属于互补型的，中西合璧。当然，也因为我能得到一定好处。哎，刘伯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考虑好了告诉我，我再去见许涵。你说当初霍峰那辆桑塔纳就这么失踪了，他现在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，改装车辆。你是说桑塔纳在这儿已经被改装了？我想是这样。看来这儿的废铜烂铁啊，咱们得翻一翻了，说不定那桑塔纳的反光镜就在这里边。这事交给我吧。海涛，你跟着跑一趟，把那个孙仲廉给带回来。好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我私自组装贩卖拼装车骗钱，我有罪。这些都是刑事案件，将来到刑警队好好交代去。
我问你，你的合伙人霍峰现在在哪儿？嗨，你们找他呀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来临头各自飞。我和霍峰嘛，也就是合伙人关系，比夫妻关系吧还差着远呢。这不一出事嘛，就各奔东西了呗。别绕弯子，霍峰呢？我们最近吧还真没联系过。你们真要能把他抓回来，说不定我的责任还小点儿。我听说他有个大哥犯了大事儿，霍峰吧也给掺和进去了，好像出国了。霍峰有一辆桑塔纳，你见过吗？桑塔纳，当然见过了，那个是用我的名字买的。这车什么颜色？黑的。车呢？被我拆了。拆了？啊？为什么要拆？霍峰开这个车的时候，刮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，当时吧没在意，后来听说事儿闹大了，他就让我把这个车给拆了，然后我拼了拼给卖了。卖了？卖给谁了？当时吧还有几辆旧车，东拼西凑，哪台跟哪台拼在一块儿了，我还真记不清了。反正嘛，我都卖了。你们厂现在就有几辆旧车，这里边会不会有那辆桑塔纳的零件？有，那肯定有。好，你呀，现在只有一条路，知道吗？你就是掘地3尺，也得把这桑塔纳的零件一个不少的给我找回来。啊，那别紧张，我们呢重点是要把那车右侧的反光镜找到。反光镜？把所有的买主一个不少的给我写下来。